好，这一节持续关心川普再踢铁板了，不惜当强盗也要逼马杜洛下台，部署美军。现在原因出来了，因为他太烧钱了，所以他这一战得持续打下去啊。但是能够持续多久呢？川普会不会再输一次？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现在来看到这个是美国，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才看到是美国公布的，他派出了他的直升机，直接降到委内瑞拉的一艘游艇上面去执行一个扣押他的油轮的一个任务嘛。那当时呢，川普还说他还会没收船上的石油，并且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来做施压。不过现在美国媒体报道说，他的施压动作不会只介于对于马杜洛而已，接下来3重锁定大制裁行动，包括了马杜洛的亲戚，还有运送到委内瑞拉的所有石油的油轮公司，甚至是要扣押更多在委内瑞拉的油轮哦。那么外界也分析，这个时候川普会提高不断对于委内瑞拉的施压，就是因为他真的快要撑不住了。首先撑不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资金啊，这个实在是太烧钱了，每天军费超过数千万美元。为什么会这么烧钱呢？因为太多的军事武器到现在都还在摆在加勒比海这个附近做部署啊。我们来看到，包括了1.5万名的美军福特号航母，还有10多艘的战舰等等。另外看到还有1艘的攻击核潜舰，甚至10架 F-35战斗机，每天都在烧钱。但是结果如何？如这个大炮打小鸟哦，只是炸了几艘来自于委内瑞拉他们所称的运毒船。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的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川普一直说要打委内瑞拉，打了半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打？那他是不是自己在金钱上面太烧，很快就撑不下去了？将军怎么看？军事是接受政治的指导哈。在政治的大方略定出来以后，我们军事是配合政治的要求来做行动。当然，相对的，政治你要达到目的，也必须要军事的支持，你才能够达到政治的目的。那这次我们很明显看出来，川普他在政治上的目的来讲，是要逼迫马杜罗辞职下台哈，然后借着军事的压力迫使他下台。可是他的军事手段、政治方向，我认为他是对的哈，因为就美国自己国家立场来讲的话，你这个南美洲在这边不听话，然后甚至于其他几个国家啊跟着你们一起起哄，那我将来我美国哈这个我们自己后花园都管不好，我怎么去管到东太平洋、西太平洋的事情？所以政治上他一定要将这个带头的委内瑞拉将他打压下去，然后逼迫马杜洛辞职下台。我先讲，这是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你用军事手段，政治是指导军事的。你这政治目的，但是我觉得他军事指导的手段就大错特错了。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遂行你军事手段。怎么讲呢？《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兵贵拙速，未独巧之久矣”。也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思敏你刚刚所讲的，你在这地方烧了很多钱，搞了2个多月，对不对？这个人仰马困的，所有兵力在海上漂2个月，那阿兵哥该晕船的也晕船了，从晕到不会晕，对不对？哈，然后由飞机所消耗的，不管是零附件或消耗掉的油哈，甚至于阿兵哥所发的信响，那已经是一笔很庞大的数字。所以《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这意义就在这边，你要用兵作战，你一定用很笨的方法，可是我很快的解决掉一场战争哈。未独巧之久矣，就从来没看过一场战争是在那边搞花样搞很久哈。虽然说很漂亮，花招很多，可是拖很久。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现在是不是就是正如《孙子兵法》上面讲的，就是又这个巧，但是又很久。在那边搞很多花样，一下子又是这个B-52，又是 B-1B 哦，又是这个航空母舰这个福特号过来，一下又是核子潜艇，一下又是2栖攻击舰，那兵力从4-5千人，现在提高到1万多人，你光在那边耍花招，可是你没有实际上面的真的动兵用兵，我觉得就不符合军事上目的。所以政治上跟军事上当然不能配合来讲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就算是马杜洛真的下台，因为你的压力而下台。但是就美军来讲的话，这是自己本身也会元气大伤。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国所要应付的不是只有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我们看到它不管是在欧洲那边对乌克兰，或者是目前来讲在东南亚这边跟这日本想要联合来对抗中国，那你将所有的兵力的精力都运用在这么一个小的国家上面，那试问一下，你其他大局你还顾得到顾不到？所以我认为在政治上它是对的。
可是军事上所采取的手段是错误的。我认为你军事上你要采取手段，要速战速决，就是比照你去捕捉巴拿马总统诺雷嘎那种方式直接用海豹特遣队，直接用斩首作战，那不要在那边喊话讲了半天，这个讲久了大家就不理你了。所以我觉得军事上他的策略是错误的。好，这个是其实川普一直在计划这个所谓的南方之矛的行动，要拿下这个整个中南美洲的，要控制它。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体行动看起来是花费了非常多的金钱，但是可以说算是失败的。那其实这背后的目的，现在还有一个解读，是不是除了要掌控整个中南美洲地区之外，还有背后的势力，也就是中国大陆，美国希望能够一石二鸟，也打击到大陆。因为呢，美国看到了一个现实，就是目前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的关系是真的蛮好的。大陆购买了高达80%来自于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最大买家。光是去年中委之间就加大合作，投资了10亿美元，在扩大石油的开采。换句话说，如果委内瑞拉受到冲击的话，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恐怕是中国大陆在能源在海外的一个布局了。另外呢，要整大陆还有另外一招，就是锁定在于影子船队。这些大型老旧的油轮，主要是替伊朗跟委内瑞拉这些受到制裁的国家偷偷把石油运到中国大陆的买家。好，所以呢，美国就有非常多的行动，在这近期，尤其在10号这一天，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超过80艘的油轮停在委内瑞拉，当中有30艘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他们在得手这一些油轮之后，装有石油的油轮之后，就会把他们直接变成美国自己的财产，一举两得。所以背后也是为了要整治打击中国吗？杨老师怎么看？委内瑞拉每天出口的石油是84万桶，每天哦。那如果说现在是80%，那大概是67万桶，到中国大陆。可是事实上，在去年2024年的数字呢，也就没有发生这个危机事件之前，其实委内瑞拉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石油每天27万桶，啊，那不管是27万桶还是67万桶，那对中国大陆而言，其实真的是这个微不足道。对，因为中国大陆每天进口的石油1200万桶，所以就算是67万桶，大概是占它每天1200万桶的5.5%。那主要大陆来的这些进口石油区域还是中东、俄罗斯、非洲啊，以及东南亚，所以它可以随时的去做就是调整。那你就看到去年是27万桶，最近增加到这个67万桶每天，那就表示说委内瑞拉的油其实卖到别的地方去，可能有一点受到美国的压力，是反而它往中国走，反而中国因此增加了，OK，那对中国大陆而言，反正这个一点点你增加一点点 ，OK， 你来，美国其实没有真的在意这个东西，因为对中国影响不大，那反而中国因此而获利。那我觉得其实川普反而应该去跟中国大陆谈，你不要这个时候接收这么多委内瑞拉的油，不是来打他吗？你在接收你在干什么？但是中国大陆说那只有一点点而已啊，其实你要的重点根本不是在这里，而是你的军事力量符合川普所说的，这是我的势力范围。21世纪的门罗主义，委内瑞拉这边这种反美的政府，它不能让它在眼皮底下存在。对。不过讲到这里，我又要这个骂一下小泉这个进次郎了。那你觉得美国这样连续对委内瑞拉外海的这些船只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它是运毒，砰砰砰打掉，已经死亡差不多也超过90人以上了。你觉得这个符合规范吗？那比雷达照射强烈100倍吧。那你有没有任何日本所谓的重视这个海上的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对这样子行为有表达任何意见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因为是美国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美国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世界已经走向真的是以实力为前提的这种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那但是呢，中间大国之间的利益呢，大家还是会知道界限所在。那就算是委内瑞拉被围，你看它的油还是往中国大陆去。好，
好，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川普的动作，除了打击这个整个南美洲的反美势力之外，还有背后瞄准中国大陆。那我们刚刚说嘛，就是这个川普想要拿下马杜洛，那他背后是不是有要支持谁？因为现在有这一位的可能是所谓的预备的总统，他是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有没有可能是川普要预备安插的人手呢？我们来看到哦，他这个马查多竟然是在这个今年的时候，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嘛，竟然意外的现身在挪威的奥斯陆。那他当时有一个逃亡的过程，大家说哇塞，也太像这个谍报电影了吧？当时他戴假发，通过了10个军事检查站，从小渔村搭渔船出来之后，出海期间还有美军罩着 F-18战机在委内瑞拉湾的上空盘旋来护航他。接着在美国的安排之下，他搭私人飞机就前往了挪威。那他也公开说了，等到我真的回到委内瑞拉之后，我就会来终结暴政。大家把他视为是川普预备要安插的人选吗？但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马杜洛现在的政权要推翻他，有可能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本来是美国是要这个培养栽培马杜洛的这个政敌，叫做胡安·瓜伊斗。胡安·瓜伊斗他现在在3年前就跑到美国佛罗里达了，他后来成立了这个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也不了了之了。他又当了流亡总统。那个最高法院流亡的最高法院又让他成立一个流亡，担任他这个胡安·瓜伊斗当流亡总统也不了了之。为什么？佛罗里达距离委内瑞拉2300公里，而且胡安·瓜伊斗只要离开委内瑞拉，人走茶凉，没有办法影响你。你怎么去长边管辖在委内瑞拉里面的政局？而且胡安·瓜伊斗只有42岁，从政资历非常浅，所以美国一看不对，胡安·瓜伊斗已经凉了，那我现在找这个马查斗，马查斗是个女的。那马查斗在2012年的时候啊，在13年前选过总统，他虽然失败，但是他就参加过全国的选战，选委内瑞拉的总统，虽然败选了，但是最重要的在今年的10月。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告不是美国总统川普是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查斗马查斗当选，这个是委内瑞拉有史以来拿到诺贝尔奖的就是马查斗。美国一看，这个人可以培养，也选过总统，只是失败。而且他年富力强，现在58岁，刚好你年纪也够，对，然后又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有这个国际上的声望。美国现在转向了，所以让他去领奖出去。但是我认为这个困难度蛮高。美国只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硬处理，就是对委内瑞拉动武的话，那委内瑞拉会4分5裂它3头林立变成割据的局面那美国也会变成一个侵略者。美国要不要做？这个是硬处理的风险。第二个，美国可以软处理，继续极限施压，就我要极限施压，让这个马查斗的声望能够起来。但是问题你在极限施压。委内瑞拉里面呢，现在已经反美情绪高涨，国际上包含俄罗斯、包含中国大陆都挺那个马杜罗。你是不是你这个极限施压会造成委内瑞拉内部的凝聚，而且夜长梦多。所以你要软处理吗？好像也不好硬处理会4分5裂，软处理会夜长梦多。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内部铲除。你要不要内部铲除？那就内部铲除嘛。就跟以前埃及总统萨达特有没有？那些阅兵的时候被弄掉，就是这样内部铲除，但是困难度蛮高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势力人全部搞得自己好好用得非常的严密严谨，所以这个想要从内部铲除马杜罗会困难度蛮高的。好，如果内部有人暗杀把马杜罗拿下来了，但是问题是他的接班人马杜罗第2还是马杜罗。美国把他马杜罗弄掉，又来一个马杜罗，是他培养的人，怎么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了，要内部铲除也有困难度，所以美国进退维谷，想要这个栽培这个马查斗，我认为1时2刻还看不出好的结果。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